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恐怕还要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内部的债务问题。日本经济真的要崩盘了吗？最近有这样的说法哈，因为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一位经济学者叫史东格，他就直接挑明的说，他说日本已经走到了债务终局。话说的这么大胆，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摊开数字来看，真的很惊人。日本政府总债务已经冲破了 GDP 的263%，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的。那这代表呢，每收进3块钱的税金，就有1块钱要拿去付利息，而且还不含还本金。这个有在还房贷的朋友们就会非常有感哈，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赚进来的3块钱，1块钱要拿去只付利息，还不能还本金，很辛苦啊。好，10年期的这个国债殖利率啊，更是飙到了1.98%，创下40年的新高。所以这个经济学者史东格就直接警告说，只要升到2.5%，光是利息支出就会吃掉日本税收的60%。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啊！更致命的是呢，这个最新一次的日本国债标售非常惨，创下1987年以来的最糟纪录哈。在这个时候呢，高市则是决定他还要继续的借贷，要再借18.3兆日元，哇，这个已经债台高筑了，还要再举债啊，这会不会压力大到破表啊？好，就是其实过去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现代货币理论》这个理论讲得很邪门，但是好像有点道理。就是说，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政府会倾向用发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要还的钱跟你还房贷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它只需要发债还利息。那这些本金它会怎么样被摊还？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会有通膨，通膨最后会打消掉它本金这个部分的价值。所以长期来讲，政府再举债基本上要垮的可能性不太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个数值还是非常惊人。我253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GDP， 美国的国债大概占 GDP 大概120%到142之间哦，那台湾只有占26%啊，就是你相比之下，这个日本举债的数值就过分的高，这是的确。那我必须说，这个举债过高可能会造成它的财政不健全，但是中举来讲，我觉得它不太会倒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仍然是现在全世界外汇存底第2高的国家，有1.36兆，这个排名世界第一是中国，那台湾排到第5，是大概将6000亿的这个美元，所以一个它是债权的国家，它去发债，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并不会拖垮这政府，不过不代表它的经济会复苏，因为它在撒钱的过程里面，看它有没有办法投到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可以一些这个资本财，就是它可以再创造收益，比如说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让这些投资以后变成可以赚钱，那它就会慢慢打消它的债。但是如果它只是就是透过政府撒钱的方式去刺激消费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这个债会变成债留子孙。那马老师，这个因为我们常听到就是高市早苗，其实他是安倍晋三的算是弟子了哈。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安倍有3支箭嘛，这3支箭呢包括了积极的金融政策，也就是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大量的宽松货币政策啊，就是 QE。其实这个跟美国之前很像啊，不过美国的 QE 确实也最后造成了一些灾难哈。那第2支箭就是灵活的财政政策，第3支就是呢构造改革的经济政策。所以现在从高市的铺排来看的话，他是不是已经在开始也是参考安倍他师父的路呢？我想这个日本的经济发展它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在过去的20年里面没有结构性的改变。比如说他们过去对于这个邮政的改革啊，它就受到很大保守势力的阻碍。所以我觉得从安倍到现在，整个日本的这个产经环境应该没有太大的转变，这是为什么他要继续做的原因。但是问题是以 QE 来讲，它必须要这个货币本身它还有一些价值，比如说它的利率是比较高一点，它才当它往下调的时候，它才会有挹注的效果。可是现在日本就零利率的状态，前几年还是负利率，对，所以其实 QE 在日本来讲，我觉得它能够收到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它货币的价值并没有像其他国家，它还存在着某一种程度的利息的概念。那所以它这样子去下调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让银行的资金更多的挹注到市场上，导致它的这个 QE 的效果应该没有办法像其他国家来的这么好。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是信奉这个安倍的经济学，可能更往自由化路线走，可是第一个内部的阻碍没有改变结构。那第二个，它以 QE 的这个货币效果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有限。对，而且现在当然
这个对内来说呢，其实高市要处理的就是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啊，因为最终日本的民调还是要看这个经济做得好不好。好，但是孝伟兄又怎么看？因为现在更惊人的一个数字哈，就除了债务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日本是面临到人口持续的萎缩，劳动力不足。然后呢，物价又上涨，使得民众呢倍感压力。这个最新的核心 CPI 已经连续50个月呈现负增长，那么实质薪资啊连续10个月负成长，日元对美元大幅跳水到157的低点哈。但在这个时候呢，你说雪上加霜，因为呢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最近又因为高市早苗的这番言论呢，现在还没解决啊，所以有几个数据，包括中国大陆的旅客订房量暴跌57%。那如果这个观光抵制的措施继续延长呢，一般现在预料损失恐怕会达到1.2兆日元。现在中国大陆是日本第2大的出口市场，也贡献了日本 GDP 至少5%。所以如果这场持久战继续打下去的话，对日本是有利还是很不利呢？还有市场现在更预期的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做空日元。哇，你光听这几点就知道日本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我要问孝伟兄，您怎么看？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高市早苗到底会不会软下来？看得出来他现在有在缓和了。可是最近我也跟一些朋友聊天啊，他说不行，这个千万不能软哈，一再软的话，高市恐怕就得提早下台都有可能。怎么看？哦，的确啊，就是因为其实。说起来很微妙，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观光客以及他们那些观光收入，的确对日本的市场帮助很大。但是其实大陆的观光客，大家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全然都很受到欢迎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钱，然后他们也很有购买力，但是因为他们本身出来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人的这个素质会让被观光的地方，其实对他们不见得就是说真的很喜欢，让他们觉得说让大陆的观光客来觉得是件好事。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因为这个没钱的跟穷，以及给我一个干净清净的生活，其实可能很多被观光的地方反而是选择后者，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你可以看到其他几项对于日本方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可以算是这个打在七寸上。那特别是包含就是说今天美国那个北京决定要做空日元的话，那对于日元来说进一步这个大幅贬值是指日可待。虽然说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开心，毕竟你到日本的这个购买力要更强，但日本本地的人却铁定会受不了。是，但是你看高市早苗就是因为他这一番对北京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这样一个表态，让他在民调冲到非常的高，这也是事实也就是说，今天其实也就是高市这么做日本人大家愿意挺那个勒着裤带，然后这个过比较苦的生活，然后来挺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你高市就因此然后说对那个北京方面，然后开始用这个有点像是这个寻求这个和解，或是甚至这个拉下脸来道歉的话，我个人认为高市也做不下去。而且对于一个国家的首相来讲，我之前在国会里面所做的这样一个答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代表他本身这个政权本身的一个 credit 一个信用，也就是说，我不能今天说 A， 我明天说 B 啊，我完全同意一件事情，就是高市他那一次在这个内阁就是在那个国会中答询的这样一个方式，的确不是很这个很老练的方式，毕竟他也是个政治新手嘛。当然，但是在国际这个政治上，你不会有什么新手老手，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蜜月期跟磨合空间的。他既然已经说了，所以我觉得他未来能够做的就是如何能够在其他的方向向北京方面释出更大的善意，以求得北京的谅解。但是他对于已经说出的话，他绝对不会妥协跟让步。但是他可能你看他后面就包含就是说那个依照这个旧金山合约日本对台湾的领土已经没有任何智慧的这个余地了等等，这其实都是对北京方面的一系列的这个让步。那我个人认为他未来还会继续朝着如何能够找出跟让北京方面接受的方式，继续能够和缓北京方面情绪，但是他绝对不会说出他已经说出的话。对，高市本人你可以看到他最近都不是他本人，但是都是他旁边的不管是怎么样想办法搬一个台阶，让他想办法下来。但是呢，中国大陆就是不买账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在敷衍。你要么就是本人亲自对于你所提出的那番言论，你必须表态才行。可是高市到目前为止，本人是没有任何表态。所以我先问一下 Ross，你觉得？因为刚刚志伟也对不起，孝伟也觉得说高市不会软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已经开始一点晚了。但最后，尤其是跟川普通电话之后，他说法有稍微改变。虽然7月7号国会的说法不能
直接完全收回，这个也是不可能，会太丢脸。但中方的态度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态度就是敷衍啊。当然，中国在第一时间不会说好，你说你尊重1972的联合声明，那我们就 OK 没事，这个也是不可能。所以中国的动作会维持一阵子，但是搞事招标会不会维持？就是国内这个 popularity， 就是声望会不会继续上升？我也是觉得很难。因为你觉得很难，真的很难。好，顺着你这个话哈，因为你刚刚讲了声望，就是他现在当然会看他的国内民调哈，那现在民调都是超过70%，最新的民调都是超过70%。不过呢，大家也常常拿高市早苗跟之前的这个民调最高的，史上有史以来就是最高的民调，就是小泉纯一郎，就是现在小泉进次郎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比高市还要高啊，之前是80几%啊，最高到87%，但是他的支持率不到1年就从87.1%掉到了4%，就是49%。好，那现在川普呢？当然，我最新看的民调是大概40%左右，哈，大概在上下。自己川普也是为了这个物价啦、关税啊，这个支持度一直狂掉哈。美国的经济一旦出事的话，当然就直接反映在选民的支持度上。所以我要问的是，现在看高市，当然超过70%的民调，可是民意如流水，它是随时会变的。你觉得那个关键，他要怎么样 hold 住这样的一个高民调？当然最关键是国内经济，是经济，对，就是最大的考量，而且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国家安全，其实首先要面对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另外也要看中国的做法。我刚说中国一些动作，不管是附近的军事演习，或者抵制中国日本的货品，或鼓励中国人不要赴日本玩旅游等等，这个都会继续做一阵子。但是中国会不会，比如说发言人或在网络官方会不会一直用这个 personal 的是针对个人的批评？如果继续有的话，这个会对高市早苗的声望会有帮助了。但是如果中国的做法是好，我们继续抵制日本产品，呼吁大家不要去日本玩，但是没有包含直接弄那种很直接的方式来批评高市早苗，那很有可能高市早苗这个声望会开始下滑了，因为经济真的是会出现。而且国内经济其实它联动的是跟海外的，它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中国是特别针对个人做这个批评，那日本人这是可以理解，他们会团结，都会支持他们的。会团结，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嘛，会一阵子嘛，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会不会是在那个时间，到底能够撑多久它的蜜月期？所以我说这个要看中国的做法。如果中国继续针对个人批评，那还是会对不管经济怎么样，还是对高市早苗会有帮助了。但是如果中国没有继续用这种 personal 就是针对个人的方式来批评他，但是经济问题还存在，那他的声望会开始下滑了。对，所以现在关键点就在于说，因为刚才孝瑋特别提到说，这个观光，我在想的就是观光，对中国大陆的民众不去日本了，那这个观光的缺口谁来补？如果没人补，没有国家的观光客能够来补，就算有台湾政治人物不是会说台湾人都会帮忙吗？那是笑话了哈。是笑话。我误会了。这个是一大批台湾人都会去那边玩。这个是量补不了，量的问题，那是量的问题。补不上。你要有诚意，但是你也要量才行哈。所以我最后想问的是说，那你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收尾？最后，应该是没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说只要你做这个，只要你说那个，就会收尾，这是不可能。这个是一个 time 时间的问题，可能会慢慢缓和了，但是会持续一阵，的确会持续一阵子。好，那就看撑到什么时候。现在就在双方都在比持久，比底气，进入一场持久战。马上回来。